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广州发生我不能呼吸案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福建疫情焦灼，莆田源头案例发生了他说他到底是不是源头啊？第三个是中国对演艺圈使出了杀招学习班和查税那么我们讲讲这三个主题9月19号，推特上面流传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有2名交警制服了一个骑电单车的男子，那么其中有一个交警用膝盖持续的压这名男子的颈部几分钟之后，这名男子失去了知觉，就昏过去了，基本上他就躺在那里不得动了。那么这名网友凌晨在这个上载了这个视频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广州黄埔大道显春2名警察压在电动车司机身上，司机已经死了他说司机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没有被证实。那么19号，广州天河警方发通告这么说9月18号15时许，天河交警大队民警在天河大，他故意讲所以其实中共的这些文告都是用意很深的你都要很小心他说民警其实不是民警，是交警在黄埔大道东往西猎德跨线桥底纠正电动车冲红灯过程中，一男子不听劝阻，继续驾驶电动车强行离开，被民警拦停后击打民警，说他攻击民警，现场民警果断制止其违法行为，随后将其控制。接报警后，天河南派出所迅速派员到现场处置，将该名男子带回调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视频？原因是有几个。第一个，广州天河警方的通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视频的真实性这个视频是真的第一个是不是一个历史视频，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第一个是真实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通报没有说明被制服这个男子目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因为网友这个上载视频的网友说这人已经死了第二个，采取强制行动的是交警交警是没有治安处置权，他只有维持秩序的权利维持交通秩序的权利，他没有权利去制服这个人，他只能报警那么所以呢，所以这个通告其实这个通告是有问题的，通告这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第一个，这个交警没有治安处置权，而他在现场这个2个人制服了一个这个电动车的车主，而且他用膝盖压他的脖子所以呢，他到后面他自己来圆场，圆什么场？他说就用这个派出所派人去处置，来打圆场，这天河南派出所来打圆场，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就是作为一个警方他自己知法犯法，他没有处置权，他是违规了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车主其实当时已经被压在地上，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他还持续的用膝盖压他的脖子，压了几分钟所以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什么案例呢？其实这个案例和这个美国去年发生的这个案例，弗洛伊德这个案例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他已经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可是他一直在压他的脖子那么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另外，同样的事情，去年中国也发生过去年的上半3月、3、4月份的时候，网上也流传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发生在深圳的一个派出所
一名男性的警察用膝盖压在一个女子的脖子上，然后在这个视频当中，这个被压在底下的这个女性一直在轻声的呼喊、呼救啊，呼救，一直在呼救。然后这个警察不断的呵斥她，呵斥她，不让这个女性呼救。这个视频持续了多长？这段视频大概是有1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实啊，所谓的这个我不能呼吸的这个案子啊，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有视频的就有2起，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有看到视频的，那就不知道多少起。我们不能说很多，但肯定是有的啊，这肯定是有的啊，这不是个孤案啊。那么去年2020年的5月25号，那么美国这个明尼苏达州，明阿波里斯啊，这个发生了一起这个悲惨的事件。46岁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弗洛伊德因为涉嫌使用假钞被捕的时候，白人警察肖万用膝盖跪在他脖子上，跪了9分钟，9分多钟。弗洛伊德后来失去知觉就死了啊。那么一名目击者用手机直播整个过程。那么这个直播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第二天呢，4名警察被解雇。肖万在5月29号涉案的这个4名警察，包括这个肖万，肖万在5月29号被捕啊，然后被控以2级谋杀和2级过失杀人罪，其他3人被起诉协助和教唆谋杀罪。那么今年的6月25号，肖万被判处22年06个月的监禁啊。那么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美国的 BLM 运动啊。那么这场运动是对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不公和的反抗和纠正啊。那么当然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中国利用这个案件对美国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从开始一直报道，全程报道啊。但是中国没有一个媒体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我不能呼吸的案件啊，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区别啊。美国发生了一场涉及警察和黑人的案件，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同类的案件在中国发生，至少我们看到2起啊。中国的媒体甚至连报道都不报道，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连寻求正义的路径都不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它的本质就是非正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福建疫情啊。福建疫情这2天，其实这个新闻是发生在星期六啊。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莆田啊。那么福建这次疫情爆发最早爆发在莆田。莆田的这个传播链是疫情的起点。那么福建官方一直把新加坡回国的林某杰啊说成是这次疫情的源头啊。所以呢，这次源头呢就把这个福建的这个卫健委就把这次疫情爆发说成是境外输入型的一个疫情。所以所有的你可以看，现在所有跟福建有关的案例都标上了什么输入型的这个标签啊。中国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中国清零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真实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呢，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就是中国不断的强调这个国外输入型的病例，它的源头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林某杰呢就星期五的时候就发了个帖子啊，他就出来说明一下。他说他这么说，他说
大家好，我是网传福建仙游疫情疑似源头的当事人林某杰。我和家人的信息，他说我和家人的信息在网络上被曝光，我们一家人遭到网暴，同时收到许多人的谩骂和诅咒，给我们全家造成了无法抑制的心理恐惧和精神伤害，使得我们全家都无法正常生活。这件事情其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就算它是源头，也不可以这样对待他，因为这不是他故意造成的，他只是发生了一件，他只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他自己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什么错。可是你看他遭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啊？他说没有人想成为确诊病例，也没有人想成为感染者。疫情重来，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也是无辜的。对于信息泄露，我更加难以接受。他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情况。”他说：“8月2日，我在新加坡做了核酸检测之后，于8月4号下午3点乘飞机回到福建。在厦门落地后，我们做了核酸检测，之后被统一安排坐大巴到酒店集中隔离14天。在14天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了4次，2次血清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解除隔离之后，我们联系了当地政府，政府的一辆轿车把我接到酒店，再次隔离7天。在此期间，我又做了3次核酸检测，1次血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1天总共是9次检测，都是阴性。8月25号结束隔离之后，我回到家里，我们地方领导说让我最好在家隔离，所以我基本上在家隔离，没有外出。又过了10天，直到9月5号，我们一家4口去娘家一起吃饭，随后返回家中。9月10号，孩子学校做核酸检测，说有2个孩子检测阳性，后来又检测出1名孩子结果也是阳性，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学校通知我也到学校检测2次，其中1次为阳性。随后我和孩子被送到医院隔离至今。直到9月12日，我们一家核酸检测结果又为阴性。林某杰说，现在我和家人的信息被曝光了，所有人都在骂我，我自己也很委屈。家人现在不敢出门，哪里也不能去哪里也去不了。我发文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真实经历，我没有任何隐瞒，希望能尽快找到这次疫情的源头。就是他，我中间删掉了一点，基本上他的原文就是这样。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第一，林某杰回国隔离了21天，9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那么说明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流行病调查就知道，林某杰肯定不是这次福建疫情的源头。为什么？武汉肺炎潜伏期是7到12天，14天的隔离期其实是有打了安全系数的就是7到12天。武汉肺炎疫情，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时间更短，大概是5到7天时间潜伏期Delta 的变异株时间更短，潜伏期时间更短。所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他已经就是他从这个你想一下，他是8月2号做的核酸检测阴性然后从8月2号算，他一直隔离了21天。实际上呢，他从离开新加坡到他回到家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他是8月25号回到家里，8月25号中间隔了多少天？隔了23天中间已经隔了23天，所以肯定可以排除这件事情是来自新加坡，疫情来自新加坡，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来有人说疫情可能来自于隔离的这个酒店。那你算一下啊，他们一家四口，他是8月25号回到家里他过了10天，一直到9月5号，他们出去吃饭，他是9月10号核酸检测发现的。那你算一下，往前推，他们从8月25号回到家到他发现疫情已经超过了14天，说明什么？说明林某杰在酒店隔离期间被传染的这件事情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实际上，你通过这个时间，这两个时间段，你就很清楚的知道，林某杰不是这场疫情的源头。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流行病调查就知道。所以福建卫健委在撒谎，他们是知道的，这所有的时间节点他都知道了，但他仍然把林某杰说成是源头，这是不对的，这是在撒谎。他为了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说福建疫情是输入型，这基本上反映了现在，当然我们讲不是全部啊，不是所有的这个各地爆发的疫情都是类似的情况，但是类似的情况是存在的，就是地方政府找一个理由，把这个疫情说成是输入型。那么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有两个危害。第一个危害，中国老百姓就会变得很松懈。为什么？因为当然他讲输入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不断的强调我清零的成果。你看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发生疫情都跟我们本地无关，都是输入型的。他是为了讲这一点啊，这是一种所谓的政治需要，因为跟政绩有关。但是这个行为本身是很危险的。第一个，他在干什么？他在让中国的老百姓松懈，觉得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是没有疫情，没有疫情的话，那我们不用防备，所以中国老百姓就没有防备，所以疫情一旦爆发，那就非常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既然是输入型的疫情，那我中国开放这个对外的交流啊，比如说允许进出的这件事情，就变得遥不可及，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推得越迟，对中国经济危害越大。这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讲啊，原因就在这里。那么福建的疫情是9月19号有28宗这个本土病例啊。那么副总理孙春兰就去这个漳州和厦门考察啊。那么孙春兰去福建说明什么？说明福建的疫情有失控的风险，否则他不会去啊。他在那说这个福建疫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这个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掉以轻心，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全省头等大事啊。那么现在呢，泉州、漳州、晋江都发通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秋节正常上班啊。那么厦门呢，就公布了第2轮全民检测的结果，新增27例这个阳性个案，其中26例来自同安区啊。那么网友在这个网上求救啊，叫什么呢？就是厦门这个公布第2轮全民检测的结果啊，记者会的期间，他不是有直播吗？网络直播，下面不就有人留言吗？这厦门的老百姓就在下面留言求救啊，说这个核酸做不到，吃的买不到，不断的这个蔬菜供应不足啊，那个一线医护人员体力透支，医疗垃圾无人处理等等啊，这些话就在底下。后来这个留言结果关掉了，
这就是中国啊。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不是去处理，他把这个发生的人给关掉啊，然后最后厦门说啊，派了900多名医护人员去这个救援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福建现在的情况处于疫情处于焦灼状态啊，焦灼状态，全面进行隔离啊，隔离会不会清零不好说，但是毫无疑问啊，把这个先由这个林某杰说成源头肯定是不对啊，这肯定是不对啊。那么另外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科兴，中国现在供应疫苗是两个，一个是国药，一个是科兴。科兴到底是谁？国药没有疑问，国药很清楚，国有企业啊，国药集团下面的啊。那么科兴是谁呢？科兴是谁呢？科兴是北京科兴啊，北京科兴是疫苗供应商，北京科兴下面还有一个科兴中维啊。那么北京科兴的母公司叫科兴控股啊。那么北京科兴的科兴控股，科兴控股呢，它控制性股东啊，这是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谁？北大卫明集团啊，卫明集团叫北京卫明生物工程集团，是北大的3大产业集团之一啊。它的这个卫明集团的这个，它有家上市公司叫卫明医药呢，它的股权已经被法院冻结，轮后冻结。什么叫轮后冻结？就已经还有其他法院排着队要冻结它啊，所以卫明集团已经破产。那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嗯，北京科兴是疫苗供应商，北京科兴上面有个科兴集团啊，呃叫科兴控股，科兴控股持有北京科兴73%的股权，然后卫明集团持有27%的股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股权结构。北京科兴是疫苗供应商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科兴控股又是谁呢？科兴控股其实呢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它最早先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叫 AMEX 挂牌啊，2004年，到了2009年在纳斯达克挂牌，但是在2019年2月停牌到现在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科兴开始在中国卖疫苗挣大钱，这个这个股票的投资就是科兴控股的股东没有办法享受这次挣大钱的这个股价的好处啊。那么，科兴控股的股东啊，那么是谁呢？科兴控股的股东，我们来讲一下啊，它是反过来的，就是说，科兴控股的主体最早是北京科兴啊，北京科兴是1993年成立啊，那么当时的成立方是由深圳科兴，深圳科兴的股东就是北大卫明集团啊。那么当时的总经理叫潘爱华，然后是唐山的宜安，唐山的宜安的老板是谁呢？叫尹卫东。尹卫东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有点熟悉，就是当年这个就是疫苗贿选的当事人就是尹卫东。所以科兴现在的掌门人就是尹卫东。尹卫东当年就是这个疫苗的这个贿选案，他卷入这个局长叫尹鸿章的这个贿选案啊，尹卫东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谁呢？另外一个是新加坡华鼎啊，这是一家面目不太清晰的，他接过中国外国专家局
的一些境外培训，通常有这种案子的，都是有些神秘背景啊，神秘机构的神秘背景。然后到这个科兴控股，然后他再用 VIE，就是可变利的这个可变利实体的这个结构，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北京科兴由科兴控股控制啊，他控制他73%股权，然后这个科兴控股再去跑到海外美国上市啊。那科兴控股上市之后，它成为这个北京科兴73%的股权啊。它2018年的时候，科兴控股上市的控股股东大概是这样子啊。第一股东叫强兴资本，强兴资本的这个老板是谁呢？叫李家强啊，李家强。强兴资本强兴资本是在美国成立啊，波士顿，波士顿是生物医药之地啊，之都啊。那么这个李家强在波士顿成立了强兴资本，他是科兴控股的最大股东22%啊。科兴控股强兴资本曾经引入过中关村集团，中关村集团是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国企啊。这是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叫赛富基金，赛富基金是属于谁呢？属于软银啊，软银的啊，19.07%。第三大股东就是尹卫东，持有11.17%。他现在是这个北京科兴的法人代表啊，他等于是在控盘。然后第四大股东47.76%，就是包含当时的北京科兴的全部小股东，合在一起成立的这个持股平台，叫中维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那然后这是科兴控股用 VIE 的架构控制了这个北京科兴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显然，科兴不是一家国有企业，它应该是一个叫什么？它应该是叫中外合资企业啊。那么科兴的目前的这个前台掌门人叫尹卫东啊，他在2019年的时候卷入了食品药监局的这个尹鸿章贿赂案啊，尹卫东就成为科兴控股啊，担任法人代表，科兴控股的法人代表。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好，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讲了，讲第三个主题，中国对演艺圈使出了杀招，学习班查税啊。那么中共开始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开始打击这个演艺圈啊。打击演艺圈的目的是什么？打击演艺圈的目的，其中有一个目的是意识形态啊。你可以看啊，跟意识形态有关，全面打击啊，游戏要打击啊，跟这个教培也要打击，然后演艺圈要打击甚至甚至连我们讲游戏里面的价值观都不能容许啊。所以不断的出招啊，先是整治饭圈，然后再整改这个文艺节目。然后开始就是又开始禁止这个天价片酬，然后封杀所谓的失德艺人啊。这次最重的招是什么？就是查税啊。查税这个艺人最怕。9月18号，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出关于这个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的通知。他说几点，第一个，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清缴办法的情况，那么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啊、网络主播进行1对1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啊，1对1哦。
就直接找上门了啊。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啊。拒不配合要责令宪改，并提请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协助督促纠正，情节严重，严肃查处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告诉你自己坦白交代啊，自己坦白。中共最喜欢玩这一招啊，你自己说说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知道他知道你多少事儿，就让你自己交代啊。这中共所有的审案子都这么干。第三，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双随机一公开，叫随机抽查、随机执法，抽查情况、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开那么第三个，加强日常税收管理，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要辅导依法建账建制开展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议员都跑不掉了现在那么在此之前今年其实对演艺圈的采取的这个税务行动已经有很多次了3月份，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里面就强调对隐瞒高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和关联交易的逃避税行为要防控监管其实都知道领导们都知道你在干什么。那到了8月26号这个税务总局稽查局又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正在立案检查。这是8月26号。9月2号又发出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工作通知那么严厉查处逃税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个动作没有停，3月、8月、9月，现在9月2号一次，现在再来一次。那这个时候这个艺人还不吓疯了，胆都吓破了然后就罚罚是8月27号郑爽，罚2.99亿那么然后郑爽被全面封杀。之前当然最著名的范冰冰2018年被罚了多少？罚了我看看追税加罚款总值8.83亿人民币。最后到了2018年，当年补税多少？整个演艺圈补税补了118亿，非常惊人那么预计今年会再次向这个明星艺人查税，我相信效果会比这个2018年更显著。为什么？力度更大，而且这次伴随着什么？伴随着你想一想，搞这么大的运动上来，到现在为止，演艺圈的刮的这个风得多大？你这些人不吓破胆，那么这些艺人们怎么办？这些艺人赶紧把这工作室跟公司给注销。截止9月12号，有700个明星工作室和经济相关的企业被注销，包括谁呢？包括这个魏大勋、邓超、唐嫣、文章、马薇薇、赵本山、朱正廷、孟美岐、吴宣仪、沈腾、景柏然、黄晓明、张庭、林心如，就他们原来工作室全给注销了那么其中6月份最多，一口气注销了100多家。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控制这个查营查税是对付明星最狠的一招。但是
但是除了狠的这一招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学习班学习班9月9号，文旅部召开全国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工作。你看现在有什么呢？广电总局、中宣部，这次其实中宣部是领头的，但是文旅部也没闲着开个电话会议要干嘛？建立常态的培训机制，开展从业人员的轮训轮训干什么？就是给艺人看上学习班。上学习班呢，这个事儿是谁发明的？毛泽东发明的。毛泽东1967年在这个华北中南视察的时候提出来中央各大区、各省市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这毛泽东说的，所以呢就开始出了这个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毛泽东有一个最新指示，叫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所以中共喜欢办学习班。学习班演化到后面就变成什么？五期干校，文革期间的五期干校就学习班演化出来。学习班还演化成什么？新疆的集中营也是学习班演化出来，就是集中营最后变成它叫什么？叫学习营，集中学习叫学习营。学习营就是后来叫什么？后来再改成叫再教育营，再教育营就是集中营所以你现在看，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氛围社会氛围有几件事情相当刺激。一个刺激就是9月18号，四川省有个攀枝花市，有个攀枝花学院这个学院呢是属于地方综合性的本科学院，它有个学生呢穿和服在校内闲逛拍照，然后呢引起轩然大波，然后就学校说高度重视，要展开调查，现在还没结果。我就觉得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8月23号，福建厦门一家酒店日式餐厅，穿和服的服务员去当地的核酸检测点准备检测，不让他进，说这个你得回去换衣服，不能穿和服来检测，他没办法就回去穿衣服了。我们且不说和服来自哪里，就说这种仇恨教育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怕非常可怕。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个主题好超时了我们最近都在超时，内容有点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我在这里要推荐一下我们的 Patreon 平台。Patreon 平台，我们每个视频下面都有 Patreon 平台的链接。Patreon 平台主要是为2种网友服务一种网友就是不想看广告那么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 当然 Patreon 是要付费的这是第一个。你不想听广告不想看广告，那你就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我们也提供 Patreon 服务呢，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能够我们帮助网友建立一个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就是订阅模式。那么这个订阅模式呢，对一些大陆的网友比较友好，因为 Patreon 呢，它的支付系统比较好，比较方便。大陆的网友支付起来会比较方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些大陆的网友翻墙不方便，Patreon 呢就有一个就是音频产品，我们有个音频产品在 Patreon 上面，是大陆的网友拿到这个音频的产品就不需要翻墙，翻墙不方便，你翻译自强登记注册完了以后
就不用再翻墙啊，直接把你的这个放到你的音频的节目这 APP 里面，你就可以自动的更新，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会比较好啊，所以主要是可以为这2种网友提供服务啊，所以我在这里推荐一下啊。好，明谢林腾，谢谢 Jumbo HJ1985，谢谢啊，HG 谢谢各位网友，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OK 啊，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因为花好月圆嘛啊，所以祝大家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啊。Mac 猪谢谢 Rene Mac 谢谢 Edgar Yu 谢谢，祝福王先生中秋节快乐，请王先生吃月饼，只能吃一个，吃太多会胖。OK。DZ 张谢谢，双玉谢谢，谢谢王老师的坚持，珍惜这样来自不易的信息自由，买杯咖啡，谢谢。唐伟谢谢。情况不止广州，2021年5月，香港有一位残疾人在地铁中，职员不相信他残疾，被5个人暴力压倒，也是被跪脖子，受伤入院。事后港铁没有做任何交代。观点：中国是最安全的社会，就是笑话一句。当哪天中国人能够把背包从胸前移到背后时，才能勉强跟上一般水平。当小孩出门不用扣上防走失绳，开车不用装行车记录仪。OK， 这非常懂啊，非常了解情况。我周末去纽约和新泽西办事，戴口罩的都凤毛麟角，纽约依然拥挤，美国早就正常了，啥事没有。周围有人一家全感染，不到1星期痊愈。OK。情况：加拿大邻居全家确诊，邻居亲友纷纷安慰，送食物、日用品去他家门口，贴纸条祝福早日康复啊，祝福早日康复啊。观点：输入型的传染性那么强，航空公司就一个没有感染，显然不合理。国内几乎把压不住的疫情爆发全甩锅给境外。情况：今早看了油管美食博主发的关于福建感染者被网暴的视频，他们2夫妇都是福建人，发现同学群有人转发一位福建男子发视频骂这位新加坡回来的福建人，说他应该客死异乡，用脏话骂他回来影响了福建人。博主的同学群不但有人转发这个没有人性的视频，还有人点赞。这位福建夫妇博主很气愤啊。情况：新加坡在疫苗接种率达到81%以上后，这几天尝试谨慎解封，每天近1000起病例，本地人都相对淡定。但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微信群和公众号里，不管学历高低、是否入籍，都在冷嘲热讽，还在酝酿向政府请愿。极少有理性的人感觉这些人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时能够同甘共处很难。是啊，我昨天在推特上面批评了某一个媒体啊，那个媒体又在宣扬这个疫情无效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啊，你传播这种消息，非常的不耻啊。情绪：中共国到现在还不引进 mRNA 疫苗，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民众的福祉、社会的繁荣永远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何摄取利益才是啊，非常对。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首要任务就是把真相盖住啊，不能让你们知道疫苗无效。观点：现在通过对比，越来越能发现各方面的中西方差异，从底层逻辑到科研、金融、人文文化各个方面巨大差异。感觉其实最反感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土共当婊子立裁牌坊，把你当成傻瓜来掌控玩弄，真的当小爷随便拿捏的吗？
不要把手伸向你不能掌握的方向。个体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不管在哪个群体中，都是重中之重。随意把玩你不能掌握的东西，只能把自己玩进去。OK， 观点，您说把自己的房子点着了，为了烧隔壁的房子，那个梗，历史上还真发生过。义和团当年为了烧东交民巷英国公使团，打不进去，烧它有抽水系统，为了点着它，把隔壁的清朝翰林院点着了，就为了烧它大使馆，把永乐大典烧了个干净，这就是这个事儿。结果外国人还爬墙过来抢了一部永乐大典，现在在海外，那是义和团干的，那是义和团干的，所以他烧的也不是自己的，烧的也是别人的啊。观点，墙内这种连和服拍照都不容许的仇恨日本教育，从各大电视台轮番抗日神剧，到微信公众号，每年发酵的仇日内容，延伸到日常生活，这不利于中日友好发展。为何对邻国处处树敌？CCP 真以为自己厉害到可以闭关锁国，不跟外界建立友好关系？情绪。这次厦门疫情，厦门居然没有人在抱怨政府的无能，都在说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政府保护我们的安全已经很努力了，但真的问他哪些地方努力，他也无话可说，说只能保护不被外敌入侵啊，这个还真是啊。福建是前线啊，福建洗脑特别深啊。现在厦门疫情已经不能回家，希望早日解禁啊。情况，我的老家是东北一个4线城市，从开始疫情，仅有1人患疫情，患新冠。微信上是他的照片、家庭地址、手机号、工作单位、丈夫及亲属的各种信息被泄露。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就是那5%，就是那5%，中国人对待那5%，其实跟政府差不多啊。情况，马来西亚的中资公司就业的员工被要求下载反诈骗 APP， 是任务式要求下载啊。APP 呢，这个反诈骗 APP 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APP 是非常恶毒的啊，它会做2件事。第一个，把你所有的资料全部盗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你的行为进行监控。所以这个软件，就算你装了，你也想办法给它卸载。卸载有点难度啊，这是一个流氓软件，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提问，王 Sir， 不好意思，看到您讲演艺圈的事情，让我想起现在台湾戏剧界正在慢慢的变革。插个话题，请问王 Sir， 有看过近期几部有名的台剧，像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火神的眼泪、您的孩子不是您的孩子、熟女养成记、斯卡罗等等吗？评价如何？我没有时间看电视，我没有时间看电视我都没有看过，我找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上网找来看看，好吗？谢谢啊，我没有评价，如果有时间看的话，我就评价，好吗？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